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生完孩子的第3个月，意外撞破了老公的出轨。那个女人已经有了身孕，她跪在我面前，恳求我与她离婚。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终究还是心软，答应了她。在找到新的住处之前，婆婆好意让我暂时留在家中，以后这家中的大小事务就交给迦南来操持吧。婆婆如此说道。迦南，那个破坏我婚姻的女人，立刻应承下来。妈，您放心，我会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婆婆点了点头，给她立下了一系列规矩。那好，以后你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做早餐，孩子一饿就要给他喂奶、换尿布。孩子睡了，你得抓紧时间做家务、买菜、准备午饭。午休时把衣服洗了，下午要准备下午茶，还得给孩子洗澡、做晚饭。晚上哄孩子睡觉也是你的职责。和刘远行离婚的第1天，迦南就急匆匆地让货拉拉将他那大包小包的行李送到了周家。他站在我面前，脸上写满了得意，说是刘远行让他这么做的。他指挥着人把行李一股脑地堆进了我们的主卧，然后恶狠狠地盯着我：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都已经和阿杜离婚了，怎么还好意思还赖在周家不走？阿杜跟我说，他从来都没有爱过你，看到你就想吐。我正准备收拾行李离开，婆婆却走了进来。爱丽丝，家里还有间客房，你先搬到那儿去吧。婆婆的语气很平静。迦南听了更是得意，仿佛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婆婆的眼神深邃，说真的，我有时也捉摸不透她的真实想法。她转向迦南，语重心长地说，你既然住进了周家，那以后的家务就得你全包了。我早上起得早，你5点就得起来准备早餐。说完，他又看向我，他刚来，还不太清楚我们家的口味，你有空就多教教他。迦南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说，妈，我自己也怀着孕呢，怎么可能做家务？这些事不是一直都是爱丽丝在做的吗？婆婆的脸色顿时严肃起来。爱丽丝现在是周家的客人，她迟早是要搬走的，她肯教你，那是你的福气。再说了，她还得照顾我的小孙子呢，那就让刘远行请个保姆呗。迦南不满地撇嘴，刘远行不是大公司的高管吗？这点钱他应该出得起吧？婆婆猛地提高了声音，这套房子的房贷都还没还完，你就想着雇保姆了？你想的倒挺美，你要是不愿意干，就走吧。迦南只得垂头丧气地答应了。妈，我知道了。我刚把行李搬进客房，婆婆便走了进来。她递给我几本关于故事创作的书籍。孩子现在才3个月大，你需要花精力照顾他。我知道你以前是个语文老师，有文化底蕴，学习写作成为作家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难事。看着他手中的书，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伤。当婆婆提到离婚后我可以暂时住在周家时，我本以为这只是她为了让我尽快与她儿子离婚而设的圈套。婆婆淡淡一笑，安慰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你要学会坚强，老公没了可以再找，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这才意识到，婆婆也曾经历过类似的痛苦。她被丈夫背叛后，独自抚养刘远行长大，并凭借出色的文笔成为了知名作家。婆婆离开后，我蹲在地上痛哭了许久。面临离婚时，我对未来感到无比迷茫和恐惧。我早已失去了父母，弟弟在5岁时被人贩子拐走，
如今我也与亲戚们失去了联系。全职在家的这3年里，我逐渐与时代脱节。孩子还那么小，我好不容易才怀上他，生下他，我绝不能让他受苦。说实话，婆婆愿意让我留下来住，我确实感到意外。婚后与她同住的日子里，她虽然从未对我说过重话，但也一直保持着冷漠的态度。现在回想起来，她或许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吧。早上孩子哭闹时，我正在哄她，婆婆随口对迦南说：“你也要多学习如何照顾孩子，这样以后生了孩子才能照顾好。”迦南不满地瞥了孩子一眼，又不是我生的，我才不要照顾他呢。这是刘远行的孩子，既然你要和刘远行在一起，就应该承担起照顾他家人的责任，也要为这个家付出。如果你做不到，就请离开。迦南不情愿地接过孩子，轻轻地哄着他，直到他安然入睡。他满心委屈地回到房间，放声大哭了一场，然后打电话给刘远行，让他立刻回家。刘远行一进门就指着我的鼻子大骂：“爱丽丝，你还要不要脸？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你还赖在这里，导致迦南被妈骂。你到底是什么居心？如果你那么想要孩子，就带着他滚得远远的。”我没想到，这个我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竟然如此不受他亲生父亲的待见。宝宝才3个月大，根据法律，离婚后孩子是会判给女方的。可现在我找不到房子住，只能暂时留在这里。而且结婚前，刘远行让我签了婚前协议，离婚后我半分钱都拿不到。我现在没有工作，离婚后也没有经济来源，身上更没有存款，租房子、养孩子，对我来说都是难题。我瞪刘远行一眼，是阿姨让我留在这里住的，在找到房子之前，只要她没赶我走，你们谁敢赶我走？这房子的首付是婆婆出的，所以刘远行和迦南也无话可说。刘远行只能去求婆婆赶我走，但婆婆向来是说一不二的，你想娶谁进门，我管不着。但爱丽丝现在没钱，孩子又小，我得保住我们老周家的血脉，不能让他们母子俩饿死街头。迦南挽着婆婆的胳膊哄她：“妈，我肚子里的也是周家的血脉呀，爱丽丝能给你生孙子，我也可以的。”婆婆怒视着她：“可以又怎样？你能生就想教唆我虐待孙子，没门儿！”婆婆不想再和他们多费口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以后谁再有异议，就直接从这个家搬出去。刘远行自然不傻，他还想要这套房子，因此不可能搬出去。只是我开始怀疑迦南是否真的怀孕了。她经常偷偷点外卖，吃的都是些什么三文鱼、螃蟹和腌制的生虾。真正的孕妇在初期往往胃口不佳，经常会有呕吐的症状，但这些在迦南身上都没出现。我甚至看到她在卧室里做健身运动，这很难不让人怀疑她怀孕的真实性。与此同时，刘远行在公司的工作也并不顺利，他心不在焉，经常犯错，之前还差点让公司损失上千万。幸好他们的总裁及时发现了问题，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要不是刘远行曾经救过总裁，他恐怕早就被降职为普通员工了。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刘远行开始没日没夜的应酬，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经常夜不归宿，我试图与他沟通，但他却斥责我是个无用的家庭主妇，只知道围着老公和孩子转，对他没有任何帮助。直到他遇到了迦南，迦南刚大学毕业就进入了公司，并直接成为了总裁的秘书。他身上散发着青春阳光的气息，美丽动人。他们之所以没有搬出去，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讨好婆婆。婆婆作为作家，这几年已经攒下了几千万的资产。如果他们搬走，这些财产婆婆打算留给孙子。孩子是我抚养的，将来自然会站在我这边。这些钱最终也会进入我的口袋。晚饭时，我本想帮忙端菜，但婆婆伸手阻止了我。爱丽丝，你平时照顾宝宝已经很辛苦了，这些事让其他人做就好。于是，我只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迦南做的菜出乎意料的好，色香味俱佳。在这个家里，通常都是婆婆第一个动筷子。她夹起一块排骨放入口中，吃完后却皱起了眉头。这不是街尾那家私房菜的糖醋排骨吗？我和朋友聚会时经常去那家吃，不会认错的。迦南心里一惊，低着头不敢说话。婆婆瞪着她教训道：“那家私房菜价格昂贵，你难道打算每餐都买外面的菜来凑数吗？你是想把我们的钱都败光吗？连做饭都能偷工减料，你还能干什么？”刘远行不忍心看到迦南被骂，急忙解围说：“妈，欣欣刚毕业，还小，不会做饭，你强迫她也没用。爱丽丝反正是个闲人，在我们家白吃白住，以后做饭就交给她吧，也算是她在我们家住的房租。”迦南不屑地看了我一眼：“就是妈，我和爱丽丝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我是高材生。听说她无父无母，来自穷乡僻壤，要不是进城遇到刘远行，她哪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家务活本来就应该让她干。”听到这话，我瞬间心寒。在周家这些年，我任劳任怨，在上海雇一个保姆，每月都要花费一笔昂贵的费用，可刘远行每月只给我3000元作为生活费。他或许已经淡忘昔日我在大学时的成绩优于他，还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语文教师。但为了得到他和婆婆的认同，我选择了舍弃职业，成为了他的坚强后盾。可惜3年的婚姻生活，我的真情似乎并未得到应有的珍视。餐桌上，婆婆缓缓放下筷子，目光转向迦南，语气淡然：“你现在怀孕多久了？”迦南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小腹，带着几分得意地瞥了我一眼，回应道：“妈，宝宝已经9周了，胎心很稳定，胎芽长到了2-4厘米。”然而，婆婆的表情并未因她的话而有所动容，反而冷静地打断了她：“近期我们找个时间，我陪你去做个孕检。”我注意到迦南的脸色在那一刻突然变得苍白，难道是心虚了？刘远行立刻将显得有些惊慌的迦南紧紧拥入怀中，带着几分责备地对婆婆说：“妈，您这么说有些不合适。欣欣前几天才去过医院，检查报告也给我看过了，难道还会骗你吗？”但我知道婆婆是个极其精明的人，她这么说肯定有她的理由，说不定迦南真的在撒谎。当初刘远行想要娶我时，婆婆就曾派人去我成长的村庄调查我的家庭背景，只有当她确认我的身世与刘远行所述相符后，才最终接受了我。她或许能接受儿媳家境平平，但绝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欺骗。婆婆轻轻抿了一口汤，语气依然平静：“我这么问，只是出于对孩子和你们的关心。她肚子里的孩子，我自然是要了解的。”说完，她将碗轻轻放回桌上，话锋一转：“毕竟现在什么都能造假，怀孕也不例外。检查单随便找个孕妇就能替检。我多个心眼，也是为了这个家好。毕竟有些人没怀孕，网上找个试纸阳性的图片，就声称自己怀上了。”婆婆作为资深作家，思维敏捷，
洞察力极强，若非亲眼所见，她是不会轻易相信的。或许是婆婆的气场实在太强，迦南被吓得浑身颤抖，突然间扑通一声跪倒在婆婆面前：“妈，对不起，我撒谎了，我其实没有怀孕，但我真的太爱刘远行了，想和他结婚，才会出这样的下策。”刘远行惊愕不已，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欣欣，你真的没有怀孕吗？”迦南眼角噙着泪水，默默点了点头：“每次看到爱丽丝给你打电话，我就好嫉妒。我肚子一直不争气，和你在一起这么久都没有好消息。你说过，只要我怀孕就娶我，所以……”说到这，他已经泣不成声，紧紧抱住刘远行：“阿杜，你答应过我，不管我变成什么样，你都会爱我的。”刘远行似乎真的心软了，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安抚道：“不管怎样，我都爱你，别难过了，我们一起努力，孩子会有的。”接着，刘远行转向婆婆：“妈，我和欣欣商量了，想一起创业开家中介公司，你来投资，我们一定会好好干的。”听到这话，我差点笑出声来。这么多年了，她居然还不了解自己的妈妈。以刘远行的能力，我婆婆怎么可能会轻易拿钱给她去冒险呢？婆婆放下筷子，冷冷地说：“你在公司干得好好的，就继续在那上班吧。”说完，她又白了迦南一眼。迦南辞职在家，连家务都做不好，还怎么管理公司？刘远行和迦南见劝不动婆婆，只好作罢。我开始利用宝宝午睡的时间学习写小说，从带孩子、洗衣服、买菜做饭，到构思大纲、设计人物、撰写小说开头，我忙碌而充实。每一天，我都在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为了我的梦想，也为了给宝宝树立一个好榜样。婆婆对迦南的关注日益增加，而对我的事情则显得宽容许多。迦南，你是不是弄错了？怎么把糖当成盐放进了炖汤里？这是给阿杜补身体的，你能不能稍微用点心？他毕竟是你的丈夫啊，你怎能这样对待他？迦南，洗完衣服应该立刻晾起来，你怎么能让他们在洗衣机里放一整天？现在衣服都发臭了，必须重洗。我让你帮忙选大舅妈的生日礼物，你怎么买了个爱马仕包包？我们家并非豪门，要节省开支，你不知道吗？快去退了！说过多少次了，宝宝的衣服要和大人的分开洗，你怎么还把大人的衣物混在一起？没常识也不能没脑子啊！迦南的脸红得发烫，羞愧难当。原来婆婆对儿媳的标准如此之高，或许是因为我出身贫寒，习惯了做各种脏活累活，家务琐事也难不倒我，所以婆婆从未对我挑剔。几天后，刘远行也开始对迦南不满：“你连系领带都不会吗？我还要赶着上班呢。你做的便当又咸又苦，我扔掉了。你整天待在家里，买那么多奢侈品干嘛？穿给谁看呢？就不能省着点花？我每个月还要还房贷和给你生活费。爱丽丝在的时候，可没你这么大手大脚，也没你这么毛躁。看来她现在开始明白我的好了。对于他们的秀恩爱，我其实已经无动于衷，他们的行为只会让我觉得幼稚和可笑。”迦南试图通过在我面前展示他和刘远行的亲密来刺激我，但这对我来说毫无效果。他开始在周家以女主人的身份自居，我冷眼旁观，心中只有淡淡的讽刺。刘远行的大姑来访，迦南更是急不可耐地想要展示自己的地位。他抢过我的果盘，自我介绍是刘远行的新妻子，还特意强调我仍然赖在家里。我看着他，心中毫无波澜。
只是微笑着反击。我告诉大姑，我和刘远行确实已经离婚，但迦南和刘远行还未领证。他现在的身份，严格来说，只是一个第三者。我看着迦南脸色红白交错，继续说道：他和刘远行是同一个公司的，明知刘远行已有家室，却仍然拼命勾引他。在一起之后，更是以怀孕为借口迫使我们离婚。他就是一个不光彩的第三者，不自爱，专门破坏别人的感情。迦南虽然愤怒，但碍于大姑在场，只能强行忍住。我瞥了她一眼，心中满是鄙夷。这样的女人，我根本不屑与她争斗。我知道，无论她如何努力，都无法抹去她在我心中的丑恶形象。而我会继续努力生活，让自己活得更加精彩。她挨着大姑坐下，轻轻揽住她的胳膊，用甜美的声音诉说着她与刘远行打算在绿意盎然的草地上举办露天婚礼的憧憬。她描述得如此生动，仿佛那画面就在眼前，连声音中都透露出难以掩饰的娇羞和幸福。我忍不住泼了她一盆冷水。你的想法倒是挺美的，但你知道吗？刘远行的车都是贷款买的，他每个月的还款压力可不小，他手里根本没有多少存款，哪来的钱给你办那么浪漫的婚礼？他甚至都买不起一张新的床垫。回想起我们结婚时的情景，婆婆给了我一笔不小的彩礼，原本是希望我能有个保障，可刘远行却以投资为由，说服我把钱交给他。他信誓旦旦地说会赚钱，结果却是血本无归。我们后来的婚礼是刘远行一点点攒钱办的，虽然简单，但却充满了真挚的情感。然而，生活的现实很快就打破了我们的美好幻想。刘远行和迦南再相爱，也终究要面对生活的琐碎和压力。或许是因为我在大姑面前让迦南失了面子，婆婆一回到家，迦南就变得格外殷勤。她不停地围着婆婆转，试图说服她出钱为他们办婚礼。迦南一边给婆婆捶着背，一边满脸堆笑地说：妈，我已经跟我爸妈说好了，这个星期天他们会来家里商量婚礼和彩礼的事。他的语气明显透露出一种先斩后奏的意味，试图用这种方式迫使婆婆就范。然而，婆婆的眼睛却始终盯着电视，仿佛根本没有听到她的话。刘远行见状，赶紧牵起迦南的手，示意他别再说了，我们先去领证吧，其他的事以后再说。迦南却坚决地摇了摇头，那可不行，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怎么能就这么跟你领证，不办婚礼也没有彩礼呢？我这可是头一回结婚，我爸妈希望我能有个风光大办的婚礼。迦南紧紧握着刘远行的手，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上次我看到的那个3克拉的钻戒真的好美，我想你买给我，还有100万的彩礼，我家那边是这个规矩。另外，婚礼我想在草地上办露天的，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种，我也想有个难忘的婚礼。迦南越说越激动，但刘远行的脸色却越来越凝重。待他说完，刘远行轻轻扯了扯他的衣角，低声说：迦南，我现在真的没有存款，哪里来100万的彩礼呢？迦南一听，立刻转向婆婆，眼中闪烁着期待。刘远行没有，妈您一定有吧？我听刘远行说您写小说赚了很多钱，给我点彩礼和办婚礼的钱，对您来说应该不是问题吧？婆婆的脸色立刻冷了下来，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悦。你们2个人的婚礼，自然应该由你们自己出钱办，你们想要多风光、多豪华，我都不管。但我的钱，你们也别惦记，
要是让亲戚朋友知道我拿钱给小三办婚礼，还不知道会怎么笑话我们周家。”迦南被婆婆的话噎得一时语塞，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原本以为婆婆会支持他们的婚礼，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婆婆的脸色又冷了几分。我儿子结婚，我只会出一份彩礼钱，他要是想结几次婚，我也拦不住，但他必须为自己选择的人生买单，这钱得他自己出。迦南听后如遭雷击，原本对幸福婚姻生活的美好幻想瞬间破灭。他瘫软在沙发上，双眼空洞，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希望。成功签约了小说网站之后，我时常利用空闲时间在家赶稿子。这天，我在拿大纲资料的时候，意外发现柜子里多了一个文件袋。出于好奇，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婆婆的新小说手稿。我仔细阅读起来，发现她的文笔流畅，细节描写得十分细腻，让人仿佛置身其中。我突然想起来，昨天婆婆回家的时候，手里确实拿着这个文件袋，当时她放在茶几上，后来就不见了。没想到她竟然会出现在我的房间柜子里，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心中充满了疑惑。我心口一滞，下意识地觉得这是迦南在故意陷害我。昨天婆婆高兴地提到，今天要拿着手稿去小说公司开会，一旦小说成功签约，那稿费将是笔可观的收入。迦南显然知道作家对稿子的珍视，更别提偷稿这种大忌了。他这是想利用这一点，让我被婆婆扫地出门。我深吸了一口气，决定先给婆婆打个电话解释清楚。电话刚一接通，迦南的声音就传了过来：“爱丽丝，你是不是把婆婆的手稿给偷了？”我尽量保持冷静。婆婆的手稿确实在我柜子里，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迦南的语气立刻变得轻快起来：“那你还不赶紧把手稿送过来？”我无奈，只好抱着儿子坐车前往小说公司，把手稿交给婆婆。由于孩子哭闹不止，为了不打扰他们开会，我只好带着他先回家。婆婆回家时，脸上的表情异常严肃，迦南挑着眉看我，一副你死定了的模样。我倒了杯温水递给婆婆，诚恳地解释道：“妈，我今天打开柜子才发现手稿在里面，我真的不知道它是怎么过去的。”迦南在一旁添油加醋：“妈，爱丽丝就是写不出好故事，才想偷你的手稿，变成自己的小说去卖大价钱。她现在可是缺钱得很。”我眉头紧锁：“迦南，分明是你把手稿放在我房间的，对不对？”迦南翻了个白眼：“别贼喊捉贼了，我可没你那么有心机。”婆婆不耐烦地打断我们：“别说了。”然后站起身回了房间。我本来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显然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没想到很快，婆婆的手稿就被小说公司退回，原因是她的新小说已经在别的网站上发表了。由于是手写稿件，且没有明确的日期标记，追究对方抄袭的责任变得异常困难。而接触过婆婆稿件的人，除了我之外，似乎没有其他人。婆婆的脸色阴沉的可怕，她将我和刘远行还有迦南三人叫到面前，声音冰冷而严厉：“究竟是谁拿了我的稿件？赶紧自己出来承认，不然我就要把他送到警局去了。”迦南轻蔑地看了我一眼，抢先说道：“妈，是爱丽丝把你的稿件藏起来的，卖给网站的人也是她。”刘远行也在一旁附和道：“你这女人真是太恶毒了，我妈好心让你留下来住，你居然还偷东西，我要报警把你绳之以法。”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意，冷静地回应道：“
哪有人偷东西还那么明目张胆的？你们两个是没脑子吗？想报警就赶紧的，咱们拭目以待。婆婆盯着我们三人，目光如刀。她冷冷地说道：再不承认，我可就要拿证据出来了。迦南此时笑得更欢了，仿佛胜券在握。对，妈，你有什么证据就拿出来，一起送去警局给警察，让爱丽丝这个贱人好好反省自己。婆婆点了点头，淡淡的说道：说得在理，我在家装了个摄像头，正好可以看看究竟是谁那么大的胆子。说着，她拿出了手机，播放了一段视频。视频里，迦南鬼鬼祟祟地将婆婆的稿件拿走，然后偷偷放进我的房间柜子里。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被摄像头清晰地记录下来，无可辩驳。迦南的脸色瞬间变得通红，仿佛被当场揭穿一般。他扭头就冲着刘远行喊道：你不是说你家没装监控吗？这是什么？刘远行此刻也脸色惨白，无言以对。他们两人都没想到，原本想陷害我，却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说起来也真是奇怪，以前婆婆总说家是最自由温馨的地方，不需要装监控，觉得那样就像做什么都被人盯着一样。可现在看来，这一切或许都是婆婆精心设下的一个局。作为一位资深的小说作家，婆婆对自己的手稿一贯严谨对待，怎么可能随手乱放呢？而且她平时书房都是上锁的，要是只有她自己有，其他人根本进不去。这个局显然是婆婆早有预谋。迦南虽然美丽，但实在愚蠢。婆婆这段时间对她的打压，也是为了逼她做出点什么坏事，好拿捏住证据，永除后患。婆婆不愧是养了我20几年的母亲，一出手果然不同凡响。面对铁证如山，婆婆毫不犹豫地报了警。迦南哭得梨花带雨，紧紧抱着刘远行的腰，可怜兮兮地求他救自己。阿杜，救我！我不想被判坐牢。刘远行虽然怒目圆睁，但面对母亲的坚决和警察的严肃，他只能硬着头皮承认：妈，迦南是你的儿媳妇，你这样也太过分了。这件事都是我策划的，要坐牢我去坐。他这么说，无非是仗着自己是婆婆唯一的儿子，以为婆婆会心软。然而婆婆只是牙缝里冷冰冰地抛出几个字：行啊，我过年过节会去看看你。话音刚落，警察就走了进来。婆婆伸手指着刘远行：警察同志，就是他。刘远行吓得冷汗直冒，怕真的要顶替迦南坐牢，于是赶紧把迦南推了出去。东西是他偷的，我们有证据。迦南回头瞪圆了双眼：阿杜，你不是说为了我愿意做任何事吗？那是我鬼迷心窍，没想到你是想偷我妈的手稿去赚钱，你卑鄙！刘远行愤怒地喊道。迦南哭得更厉害了。他被带走的时候，刘远行整个人蹲在地上哭了好久。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为了一个外人，不惜背叛自己的母亲，最终落得这样的下场。没想到迦南竟然意外怀上了孩子，因此得以逃脱牢狱之灾。但他心知肚明，再也无法在周家立足，于是他拿出自己的积蓄，在刘远行公司附近租了一间简陋的屋子，勉强安顿下来。留在周家，恐怕连性命都难以保全。我的网络小说在网站上迅速走红，短短1个月便收获了可观的稿费。婆婆热情地邀请我加入她的作家协会，提议我可以带着孩子去她的工作室上班。我欣然接受。长久与社会脱节，让我渴望重新融入其中，不仅能够学习优秀作家的写作技巧，
还能与同事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偶尔，刘远行也会来工作室找婆婆共进午餐，我们不可避免地会碰面。工作室的员工们虽然见过我，但并不知晓我与刘远行已经离婚的事实。有时他们还会打趣地问我：“你老公来了，你怎么不去见他？”或者提议周末带上你老公和孩子一起去野餐怎么样？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绝佳的野餐地点。面对这样的询问，我犹豫着该如何向大家解释。就在这时，迦南用刘远行的手机发了一条朋友圈，照片中刘远行正温柔地抚摸着迦南隆起的肚子，两人紧紧相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配文写道：“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此生有你和宝宝足矣。老婆，我爱你。”这条朋友圈迅速传开，无需我再多做解释，所有人都明白了我们已经离婚的事实。迦南高调地宣布了他们的恋情。刘远行身边的人很快便知道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刘远行的面子算是彻底丢尽了。刘远行要求迦南删除那条动态，但迦南毫不在意。我若不发，每次见面都要解释你是谁，太麻烦。这样一发，大家都知道了，省事。迦南的朋友圈让周家的亲友和婆婆工作室的人都误以为他对我颇为看重，似乎有意栽培我成为像他那样的知名作家。于是离婚后，我不仅得以继续住在周家，还得以进入婆婆的工作室。某晚，我在工作室工作至深夜，婆婆先行带宝宝回家。当我准备离开时，外面已是倾盆大雨，网约车在雨夜中格外难叫。App 上显示还有60多人在排队等车，我心生沮丧。这时，一辆黑色奥迪缓缓停在我面前，杜志宏撑着雨伞下车向我走来，他将雨伞举至我头顶，微笑着说：“我刚好路过，见你在这躲雨，不如坐我的车回去。”杜志宏曾是刘远行的好友，当初刘远行决定投身投资时，他曾劝诫，却遭刘远行一顿痛打，两人的友情也因此破裂。我礼貌地向他微笑：“不必了，我在等车。”他脱下外套披在我身上：“咱们也算老相识了，不必这么客气。雨这么大，网约车不好叫，家里还有孩子在等你。”想到家中的宝宝，我确实该早些回去哄他入睡，于是点头答应。车上，他温和地说：“我一直把刘远行当好兄弟，虽然他现在不愿和我说话，但如果你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告诉我，我会尽力。”我微笑着敷衍过去，心中却清楚，我并不想依靠任何人。婆婆愿意给我提供去她工作室学习的机会，我已是满心感激。但未来的路终究还是要靠我自己去走。周末天气晴朗，我决定带孩子到公园晒太阳，同时带着笔记本在户外写作。宝宝刚喝完奶，就安静地躺在我身旁，小小的身躯软乎乎、肉嘟嘟的，十分可爱。我正在构思小说的下一章，突然灵感停滞，卡住了思路。这时，杜志宏不知怎么出现在了公园，手里还拿着一个便当盒。他将便当盒轻放在石桌上，声音清冷而温润：“这是我亲手做的，你尝尝看味道如何？”说着，他便坐在了我身边，凑过头来看我的电脑屏幕。你的小说我一直在追看，写得不错，不过这段男女主之间的情感拉扯感觉有些弱，我觉得可以这样改。他开始为我指点迷津，我没想到他会主动教我写作，毕竟他自己也是网文作家。有了他的指点，我的灵感仿佛一下子被点燃，源源不断地涌现。我忍不住露出笑容，称赞道：“
杜志宏，这世上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据婆婆所说，杜志宏和刘远行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在婆婆口中，他几乎是个完美的人，名校毕业，外貌出众，小说写得深入人心，还传递着正能量。听说有个抑郁症的小姑娘，因为看了他的小说而重燃生活的希望，甚至写信向他表达感谢。不仅如此，他还是个运动健将，篮球、足球、排球、滑冰样样精通，甚至还能做一手好菜。我不禁好奇地问他：“你女朋友一定很爱你吧？”他听后从容一笑，答道：“我性格比较内向，目前还没有交过女朋友。”说这话时，他眼中的灼热让我心跳加速，不由得脸红起来，忙避开他的目光。我心中暗想，难道他对我有了好感？但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虽然与我同龄，却连恋爱都没谈过，而我已是离婚之身，还带着个孩子。像他这样优秀的男人，怎么可能选择我呢？下午，杜志宏开车将我和宝宝送回家，一进门就看见刘远行坐在客厅，见我们回来便开始冷嘲热讽：“外面风大，还整天带孩子出去，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妈的。”刘远行本已和迦南搬出去住，此刻突然回家，想必是两人又闹了矛盾。我脱下外套摔在沙发上，毫不客气地回击：“那也比你强，孩子出生到现在，你连抱都没抱过，只会在这说风凉话，赚的钱不多，干的缺德事倒不少。”刘远行似乎被我的态度激怒，脸色铁青：“爱丽丝，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冷笑一声：“我想用什么态度就用什么态度，那是我的自由。现在宝宝已经判给我了，我带他去哪也是我的自由，用不着你多管闲事。闲得慌就去舔马桶，别在这叭叭。”刘远行气得七窍生烟，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话反驳。他瞪了我一眼，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开。我停住进房间的脚步，冷冷地看着他的背影：“你是最近搬去敦煌住了吗？怎么满嘴壁话？”在杜志宏的频繁关照下，我的生活渐渐有了变化。他的关心、照顾和支持，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他的出现，仿佛一道光，照亮了我曾经灰暗的生活。与杜志宏的相处，让我开始反思和刘远行的婚姻中的种种不幸。怀孕期间，刘远行的冷漠和忽视，让我承受了太多的委屈和痛苦。而现在，杜志宏的体贴和细心，让我体验到了被珍视的感觉。我把杜志宏的事情告诉了闺蜜，她听后十分高兴，鼓励我要珍惜眼前的幸福。他对你这么好，你要不就从了吧。在刘远行那里受了好几年委屈，现在终于有人好好珍惜你了。闺蜜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另一方面，我也从婆婆那里听说了刘远行和迦南的近况。刘远行在迦南的手机里发现了别的男人的照片，迦南怀着5个月的身孕，却偷偷和陌生男人去了酒店。刘远行的愤怒可想而知，他们的关系也因此陷入了僵局。这一切都让我更加坚定了离开刘远行，追求自己幸福的决心。杜志宏的出现让我看到了新的可能，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虽然离婚后的生活充满了挑战，但我知道，只要勇敢迈出那一步，幸福就在前方等待着我。后来才知，迦南的欲望犹如深渊，难以满足。刘远行出于对她身体的呵护，在她怀孕后克制了亲密之举。然而迦南难耐寂寞，每日在她离家后，便与不同男子偷欢于酒店。刘远行得知后，愤怒至极，他紧握着迦南的长发，
拖拽至酒店门前。四周的居民纷纷围观，议论纷纷。刘远行看着迦南身上紧裹着的薄被，心如刀绞。他质问道：“你曾誓言相随，如今这男子又是何人？”迦南的父母闻讯赶来，他们虽知女儿习性，但面对此景仍觉尴尬。洛母对着刘远行便是一顿责骂：“都是你无能，若你能满足我女儿，她又怎会如此？”洛府更是愤怒，挥手扇向刘远行。刘远行脸上瞬间浮现出红肿的掌印。婆婆得知此事后，愤怒之下选择了报警，指控迦南在酒店从事不法交易。警察到场调查，得知了刘远行与迦南的复杂纠葛。迦南知三当三，逼迫原配离婚，还窃取周家的手稿变卖，每日与不同男子私会。刘远行捂着肿胀的脸颊，对骆家发出警告：若再动手，我必诉诸法律。四周的居民纷纷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幕，将此事传至网络，瞬间引发了全城热议。迦南的父母决意带他去堕胎，断绝与刘远行的关系，希望她能嫁给更有钱的人。更为过分的是，他们将流产的胎儿装入快递盒，寄给刘远行，企图以此刺激他。刘远行收到这份残酷的礼物，瞬间崩溃，他的世界仿佛崩塌，成为了全城的笑柄。一天后，刘远行悄然搬回了周家。他告诉我，他和迦南已彻底分手，孩子也未能保住。迦南的父母无理取闹，让他心灰意冷。他决定放手，不再去挽回那段已经破碎的感情。刘远行仿佛变了一个人，以前从不过问家事的他，现在却会在孩子哭闹时亲手喂奶、换尿布。他抱着孩子轻声哄睡，甚至亲手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餐后，他问我是否需要休息，他会照看孩子。我冷淡地看着他，回应道：不用了，我带宝宝去婆婆公司上班，我会自己照顾好他。刘远行听后，怒气冲冲地将手中的杯子摔在地上，怒斥道：爱丽丝，别不识好歹，我这是在给你机会。我紧紧搂着孩子，生怕他被吓哭。我冷冷回应：迟来的深情一文不值，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我们早就结束了。午餐时，我给闺蜜打了电话，告诉她我还是想搬出周家，再住下去。刘远行肯定会时不时骚扰我，而且我现在写小说也攒了一点钱，有能力自己租房子了。我不想住着住着就又和刘远行变成一家人。闺蜜沉默片刻后问我：那杜志宏呢？他会和你一起住吗？我叹了口气，回答道：八字还没一撇呢，怎么可能？杜志宏虽然对我特别好，但他从来没有说过喜欢我。我们在一起时，他总是表现得特别暧昧，但始终没有明确的表态。比起暧昧不清，我内心深处更渴望能有一份真挚而大胆的爱情，希望与所爱之人能够坦诚相待，共同编织未来的美好。或许他只是害羞，才迟迟未敢表白。闺蜜的话在我耳边回响，她鼓励我勇敢一些，去追寻自己的幸福。我犹豫了许久，最终决定主动迈出那一步，邀请杜志宏出来吃顿饭，既是感谢他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也想借此机会表明我的心意。杜志宏依旧如往常一样，准时来接我上下班。当我抱着孩子刚坐上车，刘远行突然冲了出来，用力捶打着车门，大声质问道：爱丽丝，你竟然敢背叛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我摇下车窗，冷冷地看着他，语气中充满了不屑。刘远行，你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我们早就离婚了，
我和谁在一起都与你无关，请你放尊重一点。刘远行气得满脸通红，他指着杜志宏，愤怒地喊道：我妈让你住在家里，是希望你能回心转意，和我复合。你竟然敢背着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我妈知道了，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转过头，对杜志宏说道：我们走，别理他。杜志宏点了点头，驱车离开。回到家后，刘远行向婆婆哭诉道：妈，爱丽丝真是太不知好歹了，你对她那么好，她竟然背着你和杜志宏在一起，他们两个人眉来眼去的，简直是一对狗男女。我抱着孩子轻声哄着，同时对婆婆说道：妈，如果你让我留在家里是为了让我和刘远行复合，那我只能离开，我是不可能再和他这种人在一起的。刘远行可能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如此决绝地离开他，他愣在原地，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和不甘。然而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要追寻自己的幸福，不再被过去的阴影所束缚。婆婆坐在沙发上，语气平和而坚定：爱丽丝，我留你在家，是因为我知道你目前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外面租房子，同时我也想对你这些年为家里的付出表示感谢。你做的事情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强迫你和谁在一起，你的感情生活，你的选择都是你的自由。刘远行作为一个品行有问题的人，他没有资格要求你为他停留。婆婆的眼神中透露出对刘远行的不满和失望，她瞪了刘远行一眼，没有再说话。不久后，杜志宏来到我们家楼下，手里拿着一束鲜艳的红色玫瑰和一枚闪耀的钻戒。他站在我面前，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发，微笑着说：这些送给你，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你能拥有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我看着他，心中有些动容，但更多的是迷茫和不确定。我摇了摇头，婉拒了他的邀请。我还得照顾孩子，就不出去了。杜志宏一脸惋惜，但他没有强求，只是说：那只好等下次了。在他离开后，我心生好奇，决定开车远远跟在他的车后面。车子停在一家餐厅门口，我看见杜志宏下车后搂住了一个甜美可爱的小女生，两人当街深情接吻。这一幕如同一记重锤击打在我的心头，我瞬间明白，他和我之间确实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我开着车默默回家，心中的失落和难过难以言表。回到房间，我看着儿子恬静的睡脸，心中的纷乱慢慢平息。我告诉自己，真诚永远没有错，错的是那些践踏真心的人。我会继续坚强的生活，为了自己和孩子，寻找真正属于我们的幸福。没关系，未来的路还很长，我并非只能依赖男人而活。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全职太太，而是成为了一个靠着自己双手努力挣钱，能够养活自己和孩子的职场达人。每当遇到困难，我都告诉自己不必沮丧，因为只要我们坚持寻找，终会找到想要的答案。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职场上的表现愈发出色。我不仅在写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还逐渐涉足了编辑和策划领域。我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也给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我用这些钱租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公寓，为我和孩子创造了一个温馨舒适的家。杜志宏偶尔会来找我，但我总是刻意保持距离。我知道他对我有着特殊的感情，但我却无法回应。我的心已经被工作和孩子填满，再也容不下其他。杜志宏似乎也能感受到我的变化，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出现在我面前，而是选择默默地关注着我的生活。刘远行偶尔还会来找我麻烦，但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他了。我会坚定地拒绝他的无理要求，告诉他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婆婆也会站在我这边，支持我追求自己的幸福。渐渐的，刘远行也明白了我的决心，他不再来打扰我的生活，日子就这样平静而充实地过着。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出版社的邮件，邀请我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结识更多的同行，拓展自己的视野。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邀请，并开始为研讨会做准备。在研讨会上，我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交流创作心得，分享彼此的故事。其中有一位名叫林浩的男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知名的作家，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我们聊得很投机，他对我的工作和生活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研讨会结束后，林浩主动提出送我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文学和生活的话题。我发现他不仅才华横溢，而且为人谦逊温和。我们之间的交流没有任何约束感，仿佛已经认识了很久。渐渐的，我和林浩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我们会互相分享生活中的点滴，无论是喜怒哀乐，都会倾诉给对方。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他，也越来越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感觉。然而，我也清楚地知道，我和林浩之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都是成年人，有着自己的过去和经历。我不知道他是否愿意接受我和我的孩子，也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在一次深夜的长谈中，我向林浩袒露了自己的心声和顾虑。他听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轻轻地握住我的手说：“我知道你有很多担心和顾虑，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愿意和你一起面对未来的所有挑战。我喜欢你，也喜欢你的孩子。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听到他的话，我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我知道自己找到了那个可以依靠的人，那个可以和我一起走过未来路的人。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林浩对我和孩子都非常好，他会陪我一起照顾孩子，也会在我忙碌的时候帮我分担家务。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也一起面对了许多困难和挑战。在林浩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变得更加自信和坚强。我不仅在职场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也在生活中找到了真正的幸福。我知道自己不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全职太太，而是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一个可以为自己和孩子创造美好生活的职场达人。每当回想起过去的经历，我都会感到庆幸和感激，庆幸自己勇敢地走出了那个充满阴影的过去，感激那些曾经帮助和支持过我的人。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和机遇。就这样，我和林浩一起走过了许多春夏秋冬，我们的感情也越发深厚。孩子在我们的呵护下健康成长，他的笑容和进步是我们最大的骄傲。我们也在彼此的陪伴下不断成长，不断进步，共同创造着属于我们的幸福生活。有一天，我和林浩一起带着孩子去公园玩耍，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让人感到无比舒适。我看着孩子和林浩在草地上尽情玩耍的身影，心中充满了满足和幸福。突然，孩子跑过来抱住我，大声说道：“妈妈，我好幸福啊，有你和爸爸在身边。”
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听着孩子的话，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我紧紧抱住孩子，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幸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所有的努力和坚持都没有白费。林浩走过来，轻轻握住我的手，微笑着看着我。我们彼此对视着，眼中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我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答案。我会继续努力工作，照顾好孩子和家庭，和林浩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我相信，只要我们心中有爱，有梦想，有勇气去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答案。而此刻的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全职太太，而是一个独立自信、坚强勇敢的职场达人。我为自己的成长和变化感到骄傲和自豪，也期待着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结婚7年，怀孕3个月，老公又谈恋爱了。女孩年轻娇嫩，水葱似的。我转身递上离婚证，做好局，让她输光所有。对不起，薛又婷，是你先不仁，我才选择不义的。在你的眼里，我只是颗粒用完就可以随意抛弃的棋子。我拒绝傻白甜，我的复仇大戏要让你终身悔恨。结婚7年，好不容易怀孕3个月，我还没来得及与老公分享这个好消息，就发现薛又婷又谈恋爱了。那天我手机没电了，于是拿她的给朋友发短信，结果输入对话框时，看到表情栏有3个常用的表情赫然在前列：爱心、亲嘴、玫瑰花。我的心缩紧了。我们都清楚，如果某个表情常用，软件就会自动调到最前面。他很久没给我发过甜言蜜语了，这些表情是恋爱中用的，会是对谁呢？我开始觉得薛又婷不对劲了。今天购物，天气闷热，他来接我。我从储物柜里抽出纸巾来，准备给他擦汗，意外发现里面躺着一副女款的墨镜。同款的是我给他买的，他很喜欢，但旅游时掉到了地上，眼镜框损坏过，后来修好的，但我手里的这副却完好无缺。薛又婷见我起了疑心，有些慌，在等红绿灯时借故抢回去，放在兜里。他的这个举动更加印证了我的猜想，瞬间我脑子一片空白，整个人如同掉进了冰窖。我笃定薛又婷不会背叛我，我俩的感情基础牢固，从大学到婚纱，整整10年。而且我肤白貌美，气质出众，妥妥的都市丽人。更何况当年薛又婷一穷二白，是我经商的父母为我们买的婚房装的修，他们还拿出全部家当资助薛又婷开了公司，才有了他今天的事业有成。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移情别恋？可现在我发现，这个男人可能出轨了。回到家里，躲进阳台，我给周边的熟人打电话，大家支支吾吾地告诉我，薛又婷出轨了他公司的秘书韩梦怡。最后，我向公司私交不错的人事经理求证，没有任何威逼利诱，他就直言不讳。薛又婷出轨韩梦怡已经整整2年，孩子都出生3个月了。接着他给我发来了一个男婴的照片，孩子虽然没眼尖，还看不出薛又婷的轮廓，但漂亮的令人咂舌。婉婉，我本来想瞒着不告诉你的，怕你难受，可我实在憋不住啊。原来我成了那个最后知道丈夫出轨的傻女人。我没有哭，也没有闹，冷静地强迫自己梳理当前的现状。晚了，
下定决心准备离婚，因为我把离婚后最好和最坏的结果都想了一遍。最好的是凭借自己当初在薛又廷公司2年的营销策划经验，重新步入职场，从此人生开挂。最坏的也无非找不到工作，把当前的房子租出去，打零工养活自己，总比现在活得有尊严。要知道，出轨只有0次和无数次，更何况薛又廷和韩梦怡孩子都有了。最重要的是，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我如此全心全意地爱一个人，却换不来一份同等的感情。既然如此，愿赌服输，我宁可放弃。只是要舍弃一段10年的感情，哪有那么容易？谁不愿意做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大女主，像小说里的女人一样，遇到丈夫出轨，头也不回地离了婚，潇洒地和过去告别。但现实是，我们根本做不到，除非我们根本没有爱过那个男人，根本没有付出过。那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痛，只有经历过才能感同身受。从阳台出来，薛又廷不带我摊牌，接了个电话，不顾我阻拦，就匆匆离开了。晚饭我滴水未沾，粒米未进，执念地等他给我一个交代。可直到凌晨1点，他才醉眼朦胧地回到了家。当他打开客厅的灯，看见我蜷缩在沙发里时，只是皱了皱眉。婉婉，你怎么还不睡？我盯着他一字一句，你和韩梦怡的事，我全都知道了。我以为他会辩解，但他只是漫不经心地瞥了我一眼。你想怎么办？看来他白天发现我对他起了疑心后，早就想好了，或者今晚出去和韩梦怡商量好了，只等我开口。我掩饰着撕心的痛，淡定地说，薛又廷，我们离婚吧。他不屑地睨了我一眼。林婉白，你开什么玩笑？随便就提离婚，也不看看自己的年纪。说完，把脏衣服臭袜子扔到沙发上，头也不回地进了卧室，蒙头就睡，不解释，不道歉，不沟通。原来在薛又廷眼里，我已经到了连离婚都离不起的年纪，出轨也就再正常不过了。我不再像往日一样给他做醒酒汤，端给他，也没有捡起他随意乱扔的衣袜，转身去了书房。闺蜜麦玲点醒我，阿婉，你可要想好了，薛又廷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你今年已经30岁了，结婚2年后就离开了职场，没多少竞争力和青春了。女人的黄金期太短，根本没法和男人比。男人40还可以登上人生巅峰，我们认清现实吧。我恨恨地问，30岁怎么了？没竞争力，没青春，接下来几10年就应该委曲求全，看男人脸色，过没有尊严的日子。麦玲戳着我的榆木脑袋，摇摇头。阿婉，薛又廷如今已经身价不菲，想当薛太太的女人都挤破了脑袋，自己栽的树，难道让别人乘凉？我心里冒火，这薛太太谁愿意当，谁当去？我林婉白当不了，我栽的树，谁愿意乘凉谁乘去？我林婉白无福消受。薛又廷看我真闹离婚，首先还装模作样地挽留了我几句，见我铁了心要离，他几乎迫不及待。前年我的父亲出差，飞机失事，母亲心脏病复发，不幸病逝。在事业蒸蒸日上的他眼里，我已经完全没有了利用价值。而韩梦怡有出色的学历，优秀的能力，年轻貌美，还温柔体贴，样样都合他的心意。离婚那天，他和韩梦怡坐在民政局的大厅里等我，我脸色发青。薛又廷，你什么意思？是不是准备前脚离婚，后脚就结婚？韩梦怡扮演白莲花，林小姐，我真不知道你们是来办离婚的。我今天不舒服，才粘着他。原本就心塞的我，
愤怒一下子像烈火般烧灼起来。我跑过去，不顾形象，抓住他的长发，使劲薅，用力推搡他。韩梦怡，你少在我面前装蒜！你拆散别人的家庭，还如此嚣张！韩梦怡被我推搡，被我薅，就是不还手。他衣衫不整，纤弱伶仃。又婷，快来救我！连声音都娇滴滴的，那么惹人怜爱。薛又婷生怕他有闪失，上前扣住我的手腕，眼里蒙着寒意。林婉白，这么多人，你少像疯婆子一样丢人现眼。说罢，顺势狠狠推了我一把，我重心不稳，一屁股坐到了冰冷的地板上，腹部传来剧烈的疼痛，痛得我眼泪都流了出来。薛又婷，我疯也是被你逼的，你但凡还有一点点良心，今天就不会带着他来膈应我。薛又婷无视我，坐在地上抹眼泪，阴沉着一张俊脸，留点体面给自己不好吗？干脆利落的离了，不就不膈应了？我痛得额上冒出冷汗，捂着肚子，龇牙咧嘴。薛又婷，你真要体面，就该和我离了再找。你现在这样劈腿，不会有好下场的。薛又婷眼里满是不屑，会不会有好下场，岂是你林婉白说了算的？我心如刀割。薛又婷，你带着小三离婚，太过分了。今天这婚，老娘不离了。旁边有人惊诧地看着我们，开始对薛又婷指指点点。薛又婷被人指点，脸上挂不住，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后，扶着韩梦怡扬长而去。大厅里只剩下我坐在地上，痛得泪痕狼藉，直到麦玲怜惜地把我从地上扶起来。回到家里，空荡荡的，噬骨的心痛让我转念难眠。长痛不如短痛，我主动约薛又婷第二天去办离婚手续，可清晨一起床，肚子就痛得厉害，内裤上还血迹斑斑，我大惊失色。当初医生断言我不孕，为了怀着孩子，我和薛又婷不知道跑了多少医院，吃了多少药，孩子来得太不容易。于是我赶紧往医院跑，上上下下排队看医生。医生蹙着眉斥责：你已经见红了，怎么还一个人跑上跑下？你老公呢？我红着眼眶，冷冰冰的没好气。他死了。医生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你有流产的迹象，我建议你住院保胎。见我犹豫迟疑，医生劝导：你下身流血，如果要保住这孩子，就必须住院。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薛又婷的电话就来了。林婉白，你玩我，说好的离婚呢？你放我鸽子！那端，薛又婷在咆哮，隔着手机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医生一把抢过来：喂，你还是人吗？你老婆有流产征兆，孩子快保不住了，你居然在逼她离婚！我坐在对面，狼狈地咬着嘴唇。薛又婷嚣张的气焰在医生的抢白下蔫了。你叫他接电话。医生把手机递还给我。林婉白，薛又婷有些意外。你怀孕了？我委屈地点点头。薛又婷缓了缓气氛。要不你做掉这孩子吧？我直接炸了毛。薛又婷，你什么意思？薛又婷又哄，我们现在这种关系，你还准备生下这孩子？我气得全身发抖。薛又婷，你放心，这婚我肯定离，肚子里的孩子也不用你负责。孩子没事后，我马上找你办证。1周后，我的下腹开始坠痛，医生把我叫到诊室。林女士，情况不容乐观，你可能即将流产。3天后的晚上，一阵尖锐的疼痛席卷了我全身，看到我床上的血大片大片的染红了床单。医生难过的摇了摇头：孩子没了。我一听傻了，不敢置信的摇晃医生：医生，你骗我的，对不对？对不对？医生不说话，只是摇头。
我眼泪发疯般的涌出眼眶，发疯般的在面颊上奔流。医生几度欲言又止，最后艰难开口：林女士，我还不得不告诉你，流产导致你子宫粘连，以后你有可能再也不能怀孕了。刹那间，我如五雷轰顶，心被炸裂了般。出院后不久，我约了薛又廷去离婚。到了民政局，他早已眉目英挺地守候在那里，看到我身心疲惫，脸色惨白，没有半点愧疚。他把早已拟好了的离婚协议递给我，协议里为了不让我分走财产，他把公司账目做成了负债状态，然后慷慨地给了我目前住的这套房，还有20万现金。我只扫了一眼，就大笔一挥。薛又廷原以为我会和他争公司财产，他和律师早准备了一套说辞，没想到我根本没在意。他紧张地盯着我：婉婉，你不看清协议内容？我摇了摇头，婚都离了，孩子也没了，老公也跑了，要这些身外之物有什么用？他看着我签完字，长长松了口气。我前脚到家，他后脚就回来了，招呼也不打，马不停蹄地收拾自己的东西，包括衣服和洗漱用品。临走时，他假惺惺的：婉婉，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心里无比悲戚。薛又廷，我们一起生活了7年，你利用完我，就这样抛弃我？薛又廷微微地挑着眉梢：婉婉，别说的这么难听，我不是把房子和现金都留给你了吗？这可是我们全部的家当，好一个全部的家当，拿我当傻子了。这几年公司滚雪球一样做大了，资产早已过亿，他却让人把账目做成负债，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我从公司分走一丝一毫。这样薄情寡义的男人，我居然全心全意地付出了整整10年。当年大学里，只因为他生的一副好皮囊，一双桃花眼，看狗都深情，于是我便恋爱脑。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我的父母死活不同意，可我非他不嫁。毕业后，他们怕我吃苦，为我们全款买了婚房，装了修。一穷二白的薛又廷在外干得憋屈，提出创业，我二话没说，从父母那里借来150万，结果他被朋友骗了个精光，一蹶不振。我于心不忍，又重新从父母那里借来180万，掏空他们的家底，让他开了家千度网公司。我倾尽所有对薛又廷好，尽心尽力地照顾他，每天早晨准时给他备好早餐，放在餐桌上，卫生间的牙刷挤好牙膏，出门前把他的衣服熨烫好，晚上给他煲各种汤，连洗澡水都为他调好适宜的温度。后来他应酬喝酒，得了胃病，我还专门到厨师班学了厨艺，为他做各种营养的饭菜，监督他不吃对养胃不好的食物。仅仅几年过去，他翻了身，我们苦尽甘来，他却出轨其他的女人了。离婚时，上亿的公司居然只用一套房子和区区20万打发我，而这些实际还抵不了我当初从娘家带来的。更令我伤心的是，他还让我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我悲从心来，冷冷地注视着他，无比笃定地说：薛又廷，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他没有听出我的弦外之音，沈笑道：婉婉，人都是往高处走的，至少我现在心满意足，不会后悔。我凄然冷笑：有美人在怀，已经喜当爹，公司即将上市，人生当然心满意足。只是薛又廷，你踩着我的幸福上路，我会让你跌得很惨的。离婚后，我四处求职，不久，大学里学网络营销策划的我，应聘到了一家成立不到2年、规模还很小的公司。老板韩克华年仅27岁，毕业于耶鲁大学，
在全球领先的 IT 公司法国凯捷就职4年。姐，你不认识我了？小时候我们同住过一个巷子，你每天牵着我的手上学，还叫我三毛来着。第一天见我，韩科华就和我攀交情，那个瘦小的，大家一欺负我，我就哭着耍猴拳的。我茫然地看着他，睁大眼睛，不敢置信。眼前这个男人身姿挺拔，有张好看到犯规的脸，公司里的迷妹一天能和他说几句话，同桌吃个饭都要欢喜到不行。我怎么都无法把他跟小时候那个爱流鼻涕、爱哭脸、头发稀疏、被我称为三毛的小男孩联系在一起。为了勾起我的记忆，他特地勾了一记猴拳。我终于点头，韩科华如同遇着了亲人，不顾众人诧异的眼光，大庭之下抱住了我，感慨：自从你父母从镇里搬走，我们已经20年没见了。我以为我们再也见不着了，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再次的职场生涯是在这样的奇遇里重新开始的。没得2周，我就发现韩科华运筹帷幄，决罚果断，还有凯捷的高层履历。但因为国情不一样，酷炫网的运营并非发展得很顺利。他原本打算另辟蹊径，但在我演示了75页的策划 PPT 后，他准备再坚持一下。公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明确目标，精准措施，以做短视频为主，锁定年轻人，主打展示创意和才艺，和流量明星合作，并且社区定位，绑定通讯录、微博、QQ 等。他完美地避开了竞争对手千度网的所有短板。很快，在以我俩为首的团队苦心营运和努力下，酷炫网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在互联网行业杀出了一条血路。韩科华发现了我对千度网不同寻常的熟知，他旁敲侧击：姐，你和千度网到底有什么渊源？我虚眯着眼睛，我在那工作的2年里，公司网络营销这块由我全权负责。他惊诧不已：怪不得你营销策划干得如此得心应手，那为什么求职时你只填了个普通职员？因为当初不想老板深挖。我淡淡的回答：往事不堪回首，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尘封在记忆深处的东西已经渐行渐远，在提及时甚至云淡风轻。韩科华深深看了我一眼，不再说话。公司团建的时候，他踌躇满志，频频向员工敬酒，敬到我时举起酒杯，如琉璃的凤眼，深情侃侃：姐，这杯酒是敬你，也是谢你，是你救了酷炫网，没有你就没有酷炫网和我的今天。我微微一笑，在座的每一位都功劳不薄。1年后，韩科华的公司迎来了第1轮融资，扩大了几10倍，搬到了5维写字楼。他成功荣升为韩总，我也成了公司的营销策划总监。不时有老总出高价来挖我，但我都婉拒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公司的人都走了，只留下我和韩科华。他从总裁办公室走到我桌前，见我还在埋头冥思苦想，关心道：姐，还在加班？我点了点头。一个方案卡壳了，窗外风呼呼地响。他劝我走算了吧，都快10点了，一时半会也想不出好点子来。我请你吃夜宵，然后送你回家。我摇了摇头，缸里出了点头绪，有了点灵感，打断了就没了。韩科华俯下身来，双手撑到办公桌上，平日里深邃的眼神此刻如同熔岩般热烈。姐，我一直不明白，这么多公司挖你，你为什么就愿意守着我这小庙？我抬起眼睛来，默默地瞅着他。因为当初你对我有知遇之恩啊。再说，
我们小时候还是邻居。”韩科华意犹未尽地调侃：“姐，你该不会爱上了我吧？”我冷然正色：“韩科华，你想多了。”他肉眼可见的失落，半晌总算鼓足了勇气：“但我已经爱上了你。”我惊愕地抬眸打量他，他正灼灼其华地看着我，脸孔完全涨红了，眼睛里充满了狼狈的热情和忐忑不安。“姐，小时候我是个没人待见的丑小孩，而你美得就像白天鹅，可你从来没有嫌弃我，每天牵着我的手上学放学，那时对你只有纯粹的喜欢和仰视。再见你，我每天都能从落地窗看到你总是第一个来公司，又最后一个离开，瘦弱的身躯里藏着无比的坚韧，忧郁的眼神里透着对生活的不屈。我心中无数次涌起一种强烈的愿望，我要呵护你，一生护你周全。我内心掀起万丈狂澜，外表却冷冷的，声调如寒冰。你对几个女孩子这样表白过？他浑身掠过一阵痉挛，好半晌，脸色苍白，声音因意外而颤抖：“只对你，平生第一次。”我蹙着眉，声音更冷了：“那你爱错人了，我并不爱你。”他跳起身子，转过头，走向窗口，站到窗前，双手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烟来点燃，对着窗外喷出浓浓的烟雾。我迅速收拾完东西，转身离开。我生怕自己再逗留一会，下一秒就会反悔。下得楼来，抬起头，却见韩科华临窗而立，烟雾缭绕中，他心肠挺拔的身影萧索而寂寥。大街上晚风习习，吹得我眼睛进了沙子。韩科华不知道，我再也不是小时候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经历了世事和沧桑，早已有着一颗受创严重的心，身上背负了很多很重的东西，而且我早已失去了爱的权利。离婚后的第9个月，薛幼婷和韩梦怡的儿子1岁，薛幼婷意气奋发，韩梦怡也春风得意。他们给孩子做周岁宴，在最有名的万达文华酒店大摆酒席，被邀请参加的都是全城有头有脸的人。我也欣然前往。摩肩接踵，衣香鬓影的大厅里，薛幼婷见到我惊艳了一把之后，很是不满：“你来凑什么热闹？当然是送礼罗。”我笑吟吟地把红包塞给他。他们在台上致辞后，开始放孩子的视频，紧接着屏幕里却出现了韩梦怡和地产商郑顾清无数外出约会的照片，甚至还有他身怀6甲，两人在车上剧烈运动的视频。底下的宾客一片哗然，这尺度可真大，好同情薛总啊，这绿帽子也戴得太舒服了，有什么好同情的？当初就是男人出轨，女人小三上位的。韩梦怡见状彻底凌乱了，她歇斯底里：“这是从哪里弄来的照片和视频？这不是我，不是我，快停播！”薛幼婷的脸也在那一刻成了猪肝色。原本热闹的周岁宴彻头彻尾成了一场闹剧。我隐身人群，薛幼婷气急败坏地追了出来，拦住我：“林婉白，是你捣的鬼吧？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些？我要告你！”我笑意盎然：“我捣的鬼？你有证据吗？你还记得徐医生吗？”据他说，他是郑顾清妻子的亲弟弟。郑顾清的妻子在车上调取了行车记录仪，发现了韩梦怡和她老公有染。徐医生害怕你知道，和韩梦怡分手，到时他铁定缠上了郑顾清。他不想姐姐夫离家散，所以一直隐瞒了这件事。可不知道为什么，这段视频今天突然跑到你孩子的周岁宴上了。薛幼婷震惊之余，悠悠地问：“林婉白，我清楚是你弄的，
你是不是在提离婚之前，很久就知道我和韩梦怡在一起了？我摇了摇头，高深莫测地注视着他。我那么爱你，那么相信你，怎么会怀疑你背叛我呢？我只是在离婚签字前夕，把有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而已。薛又廷眼中有掩饰不住的慌乱。什么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微笑着。薛又廷，你慌什么？只是该弄清楚的事情而已。这不，你和我的婚都顺利离了。闻言，他想了想，眼里的慌乱总算慢慢平息。林婉白，接下来你还准备怎么报复我，让自己开心痛快？我回过头来，鼻子里冷哼。薛又廷，报复你的开心痛快，远没的你替别人养孩子那么开心，那么痛快。瞬间，他脸色变得很难看。你什么意思？我不疾不徐。其实，结婚7年来，你一直不育，直到前年年底才真正被徐医生治好。韩梦怡当初肚子里怀的根本就不是你的种，你现在的儿子是郑国清的，你自己的孩子已经被你在民政局那一推流产了。薛又廷如同遭到雷击，定在那里动弹不得，像一尊石像。我看着他的眼神深不见底。当年我要徐医生隐瞒了真相，宁愿自己背着不孕的锅，也不想让你失去做男人的尊严。薛又廷摇摇欲坠。我凭什么相信你？我一丝冷笑。凭什么？薛又廷，如果当年真的是我不孕，我为什么次次劝你到医院检查，还劝你喝那么多药？薛又廷似乎猛然间醒悟了什么，只是他仍旧突然的挣扎喘息。你说是为我调养身体。我讥笑可怜地看着他，看得他步步后退。徐医生也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旁，他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薛又廷。你不相信婉白，可以相信我吗？说罢，利索地把多年来薛又廷的病历和 CT 检查递到他手里。薛又廷不可置信地一页页一张张地看，一字不漏，手越翻越抖，脸色也越来越苍白。最后，他抬起头，目光缓缓看向我。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真相？看着他那么仓皇，那么痛苦，我眼里闪着奇异的光芒。现在不正合适吗？他怔了一秒，忽然仰天长笑，笑得凄惨，笑得酸涩，笑得沉痛而苍凉。薛又廷和韩梦怡大吵了一场，然后俩人闪电般离婚了。在我们酷炫网高歌猛进的时候，薛又廷的千度网大力筹备上市，一时间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他的事迹，商业奇才驰骋商场，年轻新贵冉冉升起。薛又廷虽然感情受挫，但事业上风头无二。麦玲知道我流产导致不孕，薛又廷离婚时在财产上做了手脚，他义愤填膺。阿婉，你的智商被狗吃了，这样无情无义的人，你就只在他孩子的周岁宴上烧把火。我静静地注视着他，轻叹了一声。玲玲，怎么会？当他那么绝情地践踏我的爱时，我一直在等今天。麦玲睁大了眼睛，瞅着我，半晌，眼里全是惊讶，接着会心地笑了起来。这才是我的好闺蜜。我全权委托律师向法院提出诉讼。我和薛又廷婚姻存续期间，对方蓄意隐瞒，财产分割极其不合理，要求重新分配。节骨眼上，薛又廷的公司被法院冻结了所有的财产，股东们和投资方傻眼了，他们根本没料到会有这样奇葩的枝节横生。薛又廷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找到我时，一脸的憔悴，满下巴的胡子渣已经不成人样。婉婉，看在我们曾经夫妻一场上，你撤诉吧，我赔偿你所有的损失。我嘴角上扬，冷冷笑道：薛又廷，你当初出轨劈腿，
怎么没有看在我们夫妻一场上，多补偿点给我？他愣了一会，婉婉，我当时猪油蒙了心，我错了，你原谅我吧。薛又婷，自从我俩的孩子没了，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看他的眼光陌生而漠然。是的，再也不能生育的林婉白浴火重生成了钮祜禄。薛又婷无功而返，公司的股东们开始纷纷指责他。董事会上，大家商议解除他董事长的职权，投资方也给他施加压力，如果不能尽快解决目前的状况，他们将撤回所有的投资，并且要求对方巨额赔偿。薛又婷只能重新来找我，他苦苦哀求：婉婉，你以前那么爱我，不会眼睁睁看着我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吧？我笑意盈盈，眼睛清亮。薛又婷，我对你那么好，那么爱你，你都舍得背叛我，我为什么要在意你多年的努力？他骤然明白，我当初之所以爽快地签字离婚，其实背地里早就挖好了陷阱。一生野兽负伤般的狂嚎后，他攫住我的肩膀，死命地摇撼，满眼血丝。林婉白，你是不是让我名声扫地后，就等这一刻，再狠狠给我致命一击？我慢慢推开他，走到窗口，悠然摇晃着手里的红酒，然后回过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我说过，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可惜他当时根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在他的眼里，我只不过是颗粒用完就可以随意抛弃的棋子而已。薛又婷咬牙切齿：林婉白，你够狠！我哪有他狠？失去孩子的那些心理煎熬，如同在地狱里历练，他永远不可能体会。笑意在我的唇边浮动。薛又婷，是你先不仁，我才选择不义的。这场拉锯战持续了半年。美国公司上市有规定，公司与个人投资必须存在一定的比例。通俗的讲，薛又婷如果承认有钱，他就得分钱给我；如果不承认有钱，或者说钱不属于自己，那千度网就不能上市。协议离婚前夕，我就做好了攻略，研究透了这些条款。薛又婷不得不向我低头。法院判决他支付我600万美元。我们终于结束了这场不时热搜的狗血剧。因为这场官司，薛又婷的千度网推迟了半年上市。这半年里，随着酷炫网的第2轮融资，我和韩科华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认真专注传播运营，发力娱乐圈，砸钱各大综艺，推出尬舞机。公司还开通了直播功能以及广告业务，给大批网红及素人带来了创业的机会。酷炫网的用户大幅增长，公司的赚钱效用水涨船高。它发展之迅速，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恐慌。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紧锣密鼓地筹划公司美国上市。我废寝忘食的疯狂工作，有一次竟然累到胃出血，幸亏韩科华及时发现，他一把抱起我，发疯似的叫前台小丽喊救护车。事后，小丽告诉我，她从没看到韩科华如此慌张和失态过。韩科华把我送到医院，衣不解带地守着我。醒来后，我发现他伏在床头，穿着单薄的衣服，浓黑而蓬乱的头发乱得像堆杂草。见我睁开眼，他急切地握住我的手，眼睛因无眠而充血，眼眶发黑，眼里满是焦虑和惶恐。姐，你终于醒来了。他的手掌带着专属的温度，暖着我的手背，让我的心烫了一下。仅仅1个夜晚，他就面容憔悴，两眼深陷，连下巴都尖了。姐，关键时刻你可不能倒下，丢下我。我点了点头，挣扎着坐了起来。姐有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吗？他
他慌忙扶住我，诚心说：“别说1个，就是10个，我也满足。”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如果我要酷炫网29%的股份呢？你也会同意吗？韩科华吃惊地看着我，没有弄明白我到底想干什么。我淡淡地笑，当然不会白拿。半年后，我真金白银投入酷炫网4000万，才做算。怎么样？好。韩科华大度地接受了，爽快地让我怀疑，害怕我出尔反尔。他的凤眼优亮而清明。我叫秘书送来正式的合同，直到签了字，我才发现自己不是在做梦。半年后，法院判决薛又廷支付我600万美元，立即到了位。拿到钱，我马上投入到了酷炫网，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股东。薛又廷的千度网终于可以上市，但整整推迟了半年。这半年里，我和韩科华携酷炫网抢先一步成功上市，千度网彻底失去了先机。那斯达克敲钟的那刻，我坐在台下，热泪盈眶，百感交集。韩科华拨开层层包围的记者，玉树兰枝地站到我面前，深呼吸后，抑制不住的兴奋：“姐，不负你望，我们成功了，谢谢你。”我微笑着，轻声说了句。韩科华当着众人的面抱着我转了几个圈，才把我放下来。薛又廷公司的股东们资产大量缩水，投资方的投资打了水漂，他们向千度网索要了巨额赔偿。薛又廷黯然离开了公司，我上演了教科书级别的复仇，心情大好。再次回到酷炫网，伙伴们夹道欢迎我。韩科华脸上挂着最新的笑容：“姐，报仇雪恨之后，你想干什么？”报仇雪恨4个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时，我立刻红了眼眶。原来生活中一直有个人懂我，并且愿意一路陪我，不畏艰辛，演绎出生活的大戏。我笑着流泪，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就把这次柏林学习的机会给我吧，实至名归，非你莫属。韩科华打了个响指，我远涉重洋，来到了柏林。在这里，我接触到了世界最顶尖的网络营销知识和理念，还有以前只能在屏幕里才能看到的大师风采。我不断学习和提升之余，和留学生们一起去孔雀岛野餐，骑自行车到黑森林游玩，有时还到东柏林购买便宜的面包、衣服和鞋子，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体验各种情趣。我的生活过得丰富多彩，朋友圈里大家羡慕无比。麦玲发来一个笑脸：“阿婉，看来你当年离婚离对了，是我鼠目寸光，不是他鼠目寸光，是他没明白，人生没有山穷水尽，无论山有多高，水有多深，我们都能够攀登和穿越，只要我们努力。”又是1年，回国的日期定好了。当我从飞机上下来时，韩科华买了大束的玫瑰花，接机口，他温润如玉，眸光灼灼：“姐，可想死我了。”我掩饰住内心的汹涌澎湃，淡淡的笑着抬头看他：“韩科华，别对我抱希望，我不是你要找的女人。为什么？除非你对我没感觉。”我附在他耳边：“知道吗？我不是个完整的女人，我早已经不能生孩子了。早知道给你流产的韩医生是我的堂弟。”我如同遇着霹雳，为之一震。韩科华的凤眸黑漆漆地盯着我：“但我爱的是你，不是孩子。”他抓住我的手，眼睛里燃烧着火焰：“姐，我想郑重告诉你，从今往后，我愿意为你遮风挡雨。”我震撼了，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一言不发地盯着他。我们彼此对视着，一股热浪直冲进我的眼眶，很快模糊了我的视线。韩科华拥我入怀，把我的头紧紧埋在他的胸口。
我听到他心脏如肋骨般的跳动声。元旦那天，薛又廷准点给我发来信息：婉婉，元旦快乐。我本来不想给他只字片语，但好奇害死猫，我敲出了几个字：元旦快乐。薛又廷立即回了句：婉婉，你过得还好吗？我冷笑着回复：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我过得很好，我们能见一面吗？薛又廷祈求。我飞快地打出：不能。韩克华在一旁见了：见一面吧，你们不见一面，他总是会念念不忘。我狐疑地看着韩科华，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还是把不能2个字及时撤了回来，换成好。薛又廷立即跑来满庭芳，他精心收拾了一番，西装笔挺，一双桃花眼，深情侃侃，站在生活了7年之久的房子里，看着熟悉的一切，他感慨万分。我躺在沙发上，惬意地敷着面膜，他热切地注视着我。阿婉，我们曾经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我忘不了你。我被气笑了。薛又廷，你落魄了，才想起我们曾经经历了那么多。得意时，你和韩梦怡在哪里逍遥快活？阿婉，和韩梦怡走到一起后，我很快就后悔了。我怀念你给我做的皮蛋瘦肉粥，怀念你给我做的醒酒汤，怀念你每天出门给我熨烫的衣服。薛又廷说着说着，泣不成声。阿婉，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事就是背叛你，离开你，不珍惜你。说完还准备上前握我的手，我立即跳着躲开了他。这时，韩克华腰间裹着浴巾，半裸着上身，从浴室走出来。他身体颀长，有水珠顺着他的胸膛滑下，他的人鱼线性感，子弹肌发达，鲨鱼肌有棱有角，如同巧克力般的8块腹肌错落有致。我瑟瑟地看着他赤裸的上身，忍不住狂吞了口水。他站在那里，眼里带着笑意，眼睛弯得像是夜空里皎洁的上弦月。看够了没有，色女？他声性撩人。看够了，能不能给我拿条内裤呢？接着，他抬起头，不经意地看向薛又廷，嘴边的微笑渐渐消失，水墨画般的凤眼满是机械。这不是前夫哥吗？怎么，今天哪股风把您吹过来了？薛又廷的脸早已红得像西红柿。阿婉，你和韩科华走到一起了？我的嘴角上弯。哼，有问题吗？阿婉，我们过去那么相爱。薛又廷满是不甘。你怎么忘得掉？我淡淡微笑。那些过去确实难以忘怀，但如今在我心里叫回忆。韩科华大手一捞，我被拥进了一个宽阔的、温暖的怀抱。他宠溺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傻瓜，你和他如此多费口舌，难道还想回到这个人渣的身边？我把头埋在他的胸前，好闻的荷尔蒙味道充斥我的鼻尖。我用手环抱住他的腰。我才不会呢，现在是不是觉得和某些人白耗了7年，简直自恋？我仰望着他，眼睛甜蜜的拉丝。他在我唇上蜻蜓点水地啄了下。可很多女孩子就喜欢我这种自恋。我大胆地迎上去，双手抱住了他的脖子。以后只许对我这样。 Yes, my goddess。 韩科华好看的凤眸闪闪发光，他仿佛整个人被点燃了般，辗转加深着对我的吻。薛又廷尴尬地落荒而逃。看着薛又廷狼狈的背影，我终于明白了韩科华的良苦用心。薛又廷番外，林婉白让我身败名裂，还毁了我的事业，但我却恨不起他来。我开始重新创业，期待东山再起。1年之后，听说林婉白和韩科华结婚了，婚礼盛大而隆重。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忍不住去酒店看了他。他和韩科华笑容灿烂地站在酒店门口，迎接着8方来客。
林晚白身穿一袭白色婚纱，如同一束芍药，活色生香，娇美动人。安怀城有我们很多共同的朋友，我不时会拐弯抹角地向他们打听他的消息。他们说他一直在酷炫网工作，营销策划的重任早已交给了员工。明明可以做养尊处优的做全职太太，但他没有。很多事他还是亲力亲为。韩科华对他很好，夫妻工作配合得特别默契。酷炫网越办越好，已经到了第6轮融资。后来林晚白怀孕了，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儿子英俊得像动漫里的小王子，女儿漂亮得不像话。我总期待哪一天能在安怀城人流如织的人群中亲眼看看他，但我和林晚白却一次也没正面碰过。一天中午，我在寺庙求佛，遇到了他的那对龙凤胎，两人蹲在寺庙的墙角，偷偷地在玩蛐蛐。我买了2盒蓝莓，走过去，弯下身子，温柔地问：“孩子们，要不要吃蓝莓哦？”女孩站起来，2只眼睛灵动得像只小鹿。叔叔，你怎么知道我俩爱吃蓝莓？其实我也只是猜测。当年林晚白最爱吃的就是蓝莓，他说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只要我俩吵架，1盒蓝莓就能把他轻易哄好。女孩确定我不是坏人后，准备接过去，却被男孩适时制止了。妹妹，爸爸妈妈教过我们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我摸了摸男孩的头，无奈地笑了笑。你爸爸妈妈教得真好，其实我是你妈妈的老熟人呢。你妈妈叫林晚白，对不对？女孩仰着头，奶声奶气地开口：叔叔，那你是不是也认识我？我点了点头，心里绞痛，眼睛迅速泛红。如果时间能够回到7年前，我没有推林晚白那一把，我们的孩子比他还要大3岁，我也早已经做了爸爸。如果我没有出轨韩梦怡，林晚白一定还会是我太太。我扬起脸，强忍泪意，笑着看他。对啊，叔叔认识你，你叫韩爱婉，哥哥叫韩宇白，对不对？女孩兴奋的小脸红扑扑的，她向我伸出手来，嚷嚷道：叔叔，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哦。我抱起了她，她小小的，又软又香，瞬间融化了我的心。她软软的小手抱着我的脖子，咯咯地笑着，软糯的童音落进我的耳朵。我的爸爸妈妈羞羞才有了我和哥哥，他们说我和哥哥是他们爱情奇迹的见证。我捏了捏他软嫩的小脸蛋，无比酸涩地说：是的，你们是爸爸妈妈爱情奇迹的见证。好了，你们赶紧去找妈妈，这么久没看见你们，妈妈会担心的。他乖乖地点头，牵起哥哥的手，礼貌地对我挥手：叔叔，再见。我也不舍得朝他们挥手，再见。隐身到寺庙的菩提树后面，看他们蹦跳着走向远处的林晚白和韩科华，幸福的像鸟儿一样扑进他们的怀抱。我没有再看林晚白第2眼，因为我早已泪流满面，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怕别人看见，赶紧从兜里掏出纸巾来擦泪。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